在心理学上 ，INFP 是天生的高敏感者，属于大后期人格。典型的前期受测，后期会变得很厉害，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也在于他们是大后期人格，一旦中前期没有发展好，那就直接完蛋了。为什么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INFP 具备的一些特点，它有3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独立。INFP 不喜欢麻烦别人，极力回避向他人去求助，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尽量不去打扰别人。他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独立的思维感受体系的，用来感知和解释其他人的心理活动。喜欢独处，因为他们获取能量的方式就是独处，没有办法和很多人长时间待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啊 ，INFP 往往第一眼给人感觉就是非常冷淡，但实际上内心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而这就导致 INFP 不擅长处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互动，也不擅长去处理和回应别人的物质付出，可能遇到问题呢会选择逃避，或者是向内去攻击自己，不愿意求助或者伤害别人。那么这样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他们持续内耗、抑郁或者是焦虑，情绪闷在心里得不到及时宣泄，那么时间久了就会出现问题。第二个是什么？情绪敏感度很高。因为 INFP 是天生的高敏感者，这种高敏感它不仅仅是限于情绪的，很多的 INFP 原生家庭里边其实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伤害，但是处于初中期 INFP 他非常容易认为自己的家庭给自己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和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情感敏感度太高了，可能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痛苦，但是在 INFP 眼里它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初中期的 INFP 经常会因为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情绪而陷入巨大的痛苦。其次，他这种高敏感非常容易让 INFP 感知到周围的情绪，就可能别人只是无意间的一个表情啊、一句话，都能让 INFP 彻夜难眠。所以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 INFP 都是表面上大大咧咧的、没心没肺的，但实际上呢，内心经常崩溃，因为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一旦察觉到有谁是不喜欢自己的，就会瞬间破碎，然后产生强烈的自责情绪，反复的对自我进行反省批判。所以说，正是因为这种高敏感的情绪，导致初中期的 INFP 非常容易处在一种内耗的状态。最后第3个，完美主义，善于读心，直觉很强。INFP 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喜欢用极高的标准来苛待自己。那这套高标准包括道德标准，他们经常觉得自己要为周围的人的情绪负责，并且这套标准也包括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标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INFP 明明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他们却总是觉得自己很菜，从而不断的陷入焦虑啊、内耗里边，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明明洞察力很强，也很会通过直觉去判断一件事儿，或者是看透一个人，但他们在初中期就总是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去过度的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一旦得到的反馈不好，就会反复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自责里边。所以我们可以讲 INFP 情感独立强烈，洞察力很强，本来这些东西都是特别好的天赋，但是如果他不进阶，没有利用好这些特质，一直处在一个初中期的阶段，他就会陷入到过分的情绪内耗里边。再加上 INFP 又过于注重感情了，那么在利益面前，他往往会为了义气、为了感情而妥协而去放弃，这个就会导致他们经常就陷入这种困境。所以明白了吗？ INFP 一定要进阶觉醒，尤其是处于底层的 INFP 更要去借助自己的优势去往上走，千万不要待在底层，因为 INFP 天生就不适合在底层，而且 INFP 强大的共情能力和高敏感的特点就非常容易让他们被一些琐事给困住，然后陷入极度的内耗里边。而底层人的思维方式具备动物性的，粗暴又凶悍，所以如果 INFP 一直待在底层，就会非常的吃亏，因为他们的高敏感特质会让他们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底层的社会负面情绪，导致自身不断的被消耗啊，被拖累，从而变得很悲观，丧失自己的信心和热爱。如果说你是一个 INFP， 记住一定要往上走，一旦当你接触到更高层次的群体，你就能发挥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价值，格局和眼界是不一样的，能量和气场会有很大的变化，明白吗？因为你们天生就适合包容度和开放度更高的上层，所以说千万不要摆烂在底层混，明白了吗？ OK， 我是雨辰，如果你有情感或心理上的问题呢，每周3到周天的中午11点来我的直播间。